们好，这个频道是和您分享古今中外的奇闻趣事的，欢迎您订阅。上集呢，咱们聊到深蓝儿童的时候，讲了一下深蓝儿童中最典型也是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自称来自火星的俄罗斯男孩波利斯卡。波利斯卡幼年的故事很多，朋友们大概都听说过了，咱们就不介绍了。现在已经20多岁的波利斯卡有一次接受了一个中国某民间 UFO 探索机构的采访，曝光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信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国人采访的关系他讲到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知识。他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比如对人体的研究，那时候对穴位脉络的知识和用途都远远超过了现代西方科学。他还特别详细地讲解了经络的构成。他说穴位是由经络相连的，尽管现代科技还不能证明经络的存在。其实人体内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微小经络，有上万条之多。那为什么没有仪器能够像验证血管的存在一样验证经络呢？那是因为经络不在我们这个肉眼能看见的空间，而是在一个由比分子小的粒子组成的空间里。人体的存在形式非常复杂，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这个部分，那在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空间里，人体还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其中一个小分子空间就存在着人体经络，这个空间的时间长比我们肉体所在的时间长要快，比如我们这里是24小时一天，那边8个小时就走完了。所以用针灸治疗昏迷、胃痛、痉挛等疾病，比吃西药、打针等方式见效的速度要快。火星男孩还说自己在火星的时候曾经到过中国的古代考察，看到那时候的社会状态和现在是相当的不同。中国古人呢是更注重开发人体特有的本能，注重人体和宇宙能量的沟通，盛行打坐，而且不像现代人那么浮躁。那时候做事都讲究静心专注。他们在考察中还发现，人类当时的道德标准很高，符合了道德标准的人往往更容易有成就，因为遵从道德标准的人恰好呢就符合了宇宙运行的规律。这也是他们考察古代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收获。说到古代，火星男孩特别提到，本次人类文明不是最早的，还有更早的人类文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史前文明。他说大约在地球公元前4500年或者是更早，确实发生过大洪水，水势竟然高达海拔5000米，欧洲人几乎被灭种了。那当时有一些亚洲人是在昆仑山上生活，逃到海拔5000米以上的土著亚洲人幸存下来。中国的八卦、河图和洛书等知识都是属于史前高度发达的科学。火星男孩说，他印象中八卦、河图、洛书等都是一些设备的使用手册，通过使用一种螺旋波形的振动器，可以突破空间维度与空间场的障碍，瞬间到达银河系的任何地方。他还提到了月球，说月球也是非常远古时代的史前文明，人类那时候的科技水平远远要超过现代人。他们在地球上分模块制造好月球的各部件，然后通过航天器放到月球这个位置，打磨成球体的形状。当时的作用呢，一是为了照明，所以亮的那一面永远对着地球；二是给地球做盾牌，防止宇宙碎片和地球相撞。现代宇航员检测发现，它的材料很多都和地球物质相似，但是时间长了，月球表面就积累了厚达几十公里的宇宙尘埃，不如以前亮了，也堆积了很多地球上没有的元素，所以人们就彻底不认识月球了。当然，月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有一些外星生命就把月球当作来地球的一个中转站。有的宇航员声称自己登上月球后感觉被什么东西监视着，确实不是他们的幻觉，而是真的有先来的外星人在盯着他们。他还说，不仅地球上有史前文明，在太阳系内各个星球基本上都有史前文明存在过。之所以毁灭呢，是因为道德败坏了，才被更高级生命销毁。那么到底什么是高级生命呢？他说，以火星为中心，3000个银河系那么多的星云团组成了第一层宇宙，那外面呢是有一层壳，相当于边界。这个是火星人对第一层宇宙的认识，是火星上最古老的书中记载的。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到达过那个边缘，因为距离遥远的无法想象，就是跨空间、跨纬度，
以极快的速度穿越时空，都是无穷无尽的遥远。火星上最高一层的长老曾经口述了他看到过的高层宇宙。他说，上面的多层宇宙要比下面一层宇宙大3000倍之多，更高级生命就在第2层。但是他们是什么样子，是如何存在的，就完全不清楚了。后来他们发现，现在的人类身体和火星人的非常不同。火星人只能叫做类人，他们没有地球人的身体漂亮，也没有地球人这种近乎完美的粒子结构。他们发现，人类身体结构和组成远远不是基因学能解释得了的。他们通过各种方法研究人体都解释不清。但是奇特的是人类各民族的古老传说都惊人一致地描绘了神造人的现象。他们意识到，这个神大概就是他们长老所说的高级生命。当然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希望能够把自己优化成人类这样的身体。那有些外星势力就利用地球上的某些不伦机构，研究发展了人工智能克隆修改 DNA 等技术，试图绕过人类正常的繁衍方式，自行创造人体，并最终取代人类，但是都没有达到目的。后来他们注意到人类的轮回转世这个神奇的现象，发现要想得到人体，就必须走轮回转世之路。火星男孩说，他自己就是选择了轮回转世的路。关于轮回转世，火星男孩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他所知道的是，在太阳系之内，地球内部以下20到30公里处，有一个可以变换与穿越时空的出入口。他要转身到地球，就要先到地球内部接近地狱空间的地方。他说，那里就应该是人类转世的出入口了。他们发现在人的周身还有一个特殊空间维度存在，记录着人一生做过的事情。人死后，这个影像记录可以提取出来，那人一生所有的经历，包括思考的细节都能展现出来，经评判后按好坏归类，奖惩分明。积累坏事多的人就会从这个出口被送到地狱。地狱是一个时间非常慢的空间，人所受的惩罚都和自己在世时做的坏事对应。在地球受罚的痛苦可比人活着时感受到的痛苦要强烈多了。除了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比如自己以前羞辱过别人，那么这时自己就会被加倍羞辱。那时候人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所有错事，可是这时候已经晚了。所以人在世间的意义实际上是为升华打基础，而不是单纯的享乐与体验人生。那么那些升华上去的人死后就不用经过地狱的这个出入口了，而是直接进入第2层宇宙，那里才是人类灵魂真正的家。他说，生命真正的父母在第2层宇宙等你回家呢。人类的身体是通过第2层宇宙的通行证，只有人自己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多珍贵。其实能得到一个人体是第1层宇宙所有生命的梦想。那么那些不好不坏的人，或者是在地狱里受完罚还有机会重新投胎的人，就有可能再次转生成人，当然也可能转生成动物、植物等。人出生的时候，肉体就会被注入灵体，也就是小分子空间那边在等待转生的灵体。灵魂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一共有15种不同的灵体。婴儿出生前，高级生命就用不同空间的钥匙开启穴位的密码锁，灵体启动后入住身体的不同空间，渐渐苏醒。同时，不同空间的人体形式也开始启动，共同走完人的一生。这就像电脑程序启动了一样，一个生命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预先设定的，每个人都是在按照一个写好的剧本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算命命运的说法。那么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偏差，而有些人的命运也会出现重大的改变，也许是往好的方向，也许呢是往坏的方向。这个就取决于这个人在一些重大事情上做出的选择。比如有人在关键时刻救了别人一命，那这个人就会得到很大的福报，他的命运会被重新调整。而有的人欺诈别人，这个人也许本来是有很好的前程的，这下他的福分就会被打掉，面临着破财、疾病等惩罚。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转身到地球上来当人，火星男孩说自己是来结缘的。
他很严肃地警告说，你们的世界啊，都是实力主义的，你们的科技，你们的一切都围绕着物质，围绕着金钱而转。地球上许多人认为原子武器是最大的危险，其实不是，最大的危险是拜物主义。他说，你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地球上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不断出现，你们该停下来思考你们的所作所为了。如果地球的环境再遭破坏，地球将毁灭你们，而不是你们毁灭地球。他再次提到使命，说你们有自己的使命，要想达到科技提高，唯一的途径就是按照道德去做。你们要帮助启迪那些没有精神信念、无法无天的人类，让社会相信有外星人，人类不是进化存在的。他虽然以前曾经精准预言了2011年的水患和今年2020年的瘟疫，但是这次他强调说，目前地球的历史跟以往不同了，将来都是未知的，每个人包括他自己都会被未来衡量自己的位置。